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怡元。看到标题就知道我今天又要讲什么东西了。在3个月之前呢，我就有说过1412他们打算跟1960合并，不过当时的说法是等到新年之后他们才会移民过来。确实，现在已经是新年之后了，不过有点久了。我预计的时间是1月尾左右，没想到是拖到了昨天才全部移民过来。那么原本我以为只有1412的人过来而已，没有想到其他的王国也是有人过来。为什么我会知道呢？因为我从移民官那边偷了一份名单过来。你们看这里面密密麻麻的名字，就知道到底有多少人移民过来了。不对，这样子你们还是看不懂。总共有77个人移民过来了。但是之前提过的随风大哥他并没有在这个名单里面，不过昨天他也是移民过来了，所以是78个玩家，不过还没有包括国服的其他大佬，有些大佬他们还没有找到账号，所以没有办法移民过来。那你们看到这边412呢，大多数的战力都是剩下5000多万而已，平均下来差不多每个人6000万左右。因为刚好这一次报名的时间是960先报名，412是后面才报名的，他们刚好现在还在打着 KVK， 兵还没有返回，配合上960的 KVK 刚好结束，他们就移民过来了。这里名单除了1412之外，还有1606、1254、1079、1406、2389、1556、1647、1302、2614、2299、2489、1175都有。大家都想要来960体验一下先锋对决。我这份名单的顺序是跟着击杀排下去的，越后面击杀越高，所以你们在这边就可以看到有哪一些大佬了。不过有些战力太高啊，他们要等到特殊移民令才可以移民进来。比方说1647这个大佬他有3亿战力，现在960又回去先锋了，所以要降下那个战力给他移民进来有点困难。随风大哥的账号也是用特殊移民令进来的，至于其他的大佬都已经顺利的移民进来了。这个玩家是之前在1175的，从敌人变成盟友。我很不幸的，因为他们 KVK 是同一个时间的关系，所以他的战力已经恢复了。接下来是1412的玩家，把之前 MX 的联盟交给他们打理，不过由于这个是副盟的关系啊，所以他这里的联盟礼物就没有这么高。不过已经明显看到联盟战力提升了不少，等他们返兵之后战力还会持续上升，就看到时候会不会超越主盟了。不过要超越主盟有一点难度啊。这一次因为他们 KVK 刚结束的关系，再加上他们全部压着战力没有报兵啊，通常主盟是200亿战力的 MX， 就算他们之后返兵，这里的人数也不够多，要超越主盟是真的很难啊，除非移民了10个88进来。不过现在大多数的新移民呢都是安排在 MX 那里，阿基应该是这一次最开心的人，他的队友全部都来了，一家团聚，可喜可贺。而且你们也看到他们名字前面都有一个标记 HWK， 延续了他们以前在412的联盟名字。这里的管理层全部也是来自1412的，不过也有安排一些960原本的管理层在里面啦。毕竟这个联盟比较多的还是来自1412的玩家，交给他们管理也算是正常的。不过里面还有一些其他王国的玩家啦，就看他们之后能不能应付过来吧。因为邮件里面会出现大量的阿拉伯文啊，又或者是一些联盟邮件也是一些阿拉伯文。还好游戏本身有翻译啊，不然真的是头大。这一批移民玩家进来之后，960的负担会比较少一点。毕竟在国际服没有深夜模式，我们打仗都是24小时在线的。假设我们全部都是华人，全部都是亚洲时区，就很难打。像412的玩家大多数都是阿拉伯时间，就是说他们可以顶替掉960凌晨时间，并且现在人变多，也比较好分配工作。在之前的访谈中也是有提到960最弱的地方就是在防守，恰好412的防守其实还算不错。假设你们有看过之前那个50多个要塞驻防的事情的话，你们就知道412可以撑多久了。虽然412已经跟960合并了，但是现在玩家还不满300个，比较起其他先锋王国，960还是属于人数比较少的。其他的先锋王国都有4个100亿联盟以上，但是60GT 属于单盟击杀最高、战力最高的，全服也只有960才有2兆击杀而已，就连全服击杀最高的玩家也在960。希望这2个王国合并之后有更好的表现吧，成为全服第一个拥有红色王冠的王国，一直延续不败神话。以上就是本期内容，你们有什么想法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，我们下期再见。